大家好，我是九九，今天和大家分享彩虹千层螺旋酥的做法，还有一些技巧可以让您轻松揉出手套膜，并且避免破酥。下面我开始分步骤和大家演示制作过程。我今天要做12个紫薯咸蛋黄馅彩虹千层螺旋酥，把蛋黄在白酒中浸泡15分钟去腥。我用的是40度的朗姆酒。烤箱温度设置摄氏175度，华氏350度，烤5到6分钟，把蛋黄烤出冒油就好了。现在来做水油皮，在165克中筋面粉中加入30克白糖，再加入15克全蛋液，再分次加入55毫升室温水，把面粉搅成絮状，揉成一个面团。现在往面团里加入60克的猪油，也可以用同量的黄油来替代。要把猪油揉到面团里。刚开始面团很粘手，这是正常的。大概揉个5分钟就可以揉成一个偏软的面团。用保鲜膜把面团密封好，放入冰箱冷藏松弛30分钟。现在开始制作油酥。125克低粉中加入75克的猪油，把面粉和猪油用手抓捏成团，把油酥放入保鲜膜内密封好，放入冰箱冷藏备用。从冰箱取出松弛好的水油皮，现在要把水油皮揉出粗的手套膜，采用反复推搓和摔打面团的方式，这样可以促进面筋的形成。大概5分钟左右就可以搓出粗手套膜。把面团整理成型，盖上保鲜膜，放入冰箱冷藏松弛30分钟。现在给油酥面团上色，把200克油酥团均分成4份，每份重50克，每50克油酥团配10克果酥粉。我今天要做的彩虹螺旋酥需要用到4种颜色，我先用芋头粉来做示范。把10克芋头粉揉捏到50克重的油酥团中，上好色的油酥团用保鲜膜密封好，放入冰箱冷藏备用。其他3种颜色是草莓色、哈密瓜色、抹茶色，都按此操作。从冰箱里取出松弛好的水油皮，经过半个小时的松弛，面团已经自己形成一层薄薄的手套膜，根本不需要再揉搓。出手套膜的目的是为了让螺旋酥的成品层次更加清晰分明。把325克重的水油皮搓成条，均分成6份，每份重54克。把每个水油皮剂子搓成球，用保鲜膜密封好，放入冰箱冷藏备用。现在要把每份上了颜色的油酥团均分成6小条，每个小剂子重约10克。把每个小剂子搓成长约5公分的条。我现在示范的是哈密瓜颜色，4种颜色一共搓出24条，用保鲜膜密封好，放边上备用。从冰箱取出水油皮面团，暂时不用的面团要用保鲜膜密封好。把面团按扁，擀成12乘12厘米的方形。把油酥彩条依次纵向排列在水油皮上。我想让草莓色或抹茶色出现在螺旋酥正顶端圆心，所以我把这2个颜色放在两边。把饼皮像这样对折，把油酥彩条包紧，把封口捏紧。包的时候要保证油酥彩条始终是纵向排列。把面团从中间向两端轻轻擀开，擀成一个长约32厘米的牛舌饼。油酥彩条在饼皮里是纵向排列的。今天要做6个牛舌饼卷，把擀好的饼皮从一端卷起，一定要卷紧。
要把接口处按紧，把卷好的饼皮盖上保鲜膜，放入冰箱冷藏松弛15到20分钟。从冰箱取出松弛好的牛舌饼卷，进行第二次擀压。有2种不同的处理方式，可以让做好的成品产生不同的起承样式。第一种方式是再次擀成32厘米长的牛舌饼，要从中间往2端擀，把牛舌饼从一端卷起。我选择从芋头色这端开始卷起，出来成品顶部圆心就是芋头色，底部就是抹茶色。卷的时候一定要卷紧，封口处要按紧。左边的成品是用刚才那种方式做出来的，右边的成品是用我们接下来的方式做出来的。可以看出右边的成品是直接从底部开始起承的。这个方式的区别在于，把牛舌饼擀到25厘米长时要停下来，把牛舌饼稍擀宽一些，像这样纵向对着饼皮。再把饼皮擀成长度约为32厘米的牛舌饼，把擀好的饼皮卷成卷儿，用保鲜纸密封保存，放入冰箱冷藏松弛15到20分钟。因为猪油大概在35度开始变软融化，把面团和面卷不断地放到冰箱冷藏松弛，是为了降温，在操作时不容易漏油破酥。现在开始制作内馅儿。用28克重的紫薯泥包入12克重的咸蛋黄。我有个视频专门讲到如何制作紫薯馅泥。现在开始包馅儿。从冰箱里取出松弛好的牛舌饼卷，用锋利的刀均分成2份。从切面可以看出层次很丰富。剂子切口朝上，用手掌轻轻按扁，确保螺旋纹圆心在正中。翻个面，让切面朝下。盖保鲜膜是为了防止把饼皮擀破，要把饼皮的边缘擀得稍薄，方便收口。擀时要把饼皮翻过来检查，确保螺旋纹圆心在饼皮正中。把饼皮擀到直径12厘米左右。包馅时确保饼皮切口面朝外，还要确保螺旋圆心在顶部正中。用虎口向上收拢面皮，捏紧。这样一个螺旋酥重约85克。包好后，把螺旋酥整形，尽量搓成一个圆球，尽量让螺旋酥的圆心在正中顶端。包好的螺旋酥在烤之前要用保鲜膜密封好。把烤箱预热到摄氏175度，华氏350度。把烤盘放入烤箱中层，我烤了27分钟。烤到15分钟时，在螺旋酥上面盖上一层锡纸，以防螺旋酥表面上色过重。这是烤好的彩虹千层螺旋酥，高温烘烤使得它的颜色变浅，但依然很漂亮。螺旋层次非常清晰分明，灵活地运用色彩搭配和组合，就能做出每个都不一样的彩虹千层螺旋酥。谢谢观看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我是家国99，我们下次再见。